我总算盼到你了。燕灵，我们终于又见面了。燕灵，军中情况如何？建国先生，我们已经掌握兵权了，也用圣旨控制了守备的人，没让他们把消息传回京城。做得很好。我们就别在这儿说了，父亲还等着先生遗训呢。殿下那边如何了？有什么消息吗？我已经派人去查探过了，眼下大越人就在关外30里的一处驿站，他们迟迟不走，并且时常虐杀殿下的陪驾，就好像故意在激怒我们一般。前几日我已经派人前去营救，可惜还没接近就被他们发现了。他们有多少人手？大越王子身边带的人马倒是不多，但现在正是春草生发之期，草都长得半人高，再加之大越又是游牧民族，极有可能有大量的伏兵潜伏在周围。那殿下怎么样？他还好吗？殿下现下无事，大越要是敢动他，就等同于跟我们宣战了。但如今这形势，既不攻也不退，实在是蹊跷。既然如此，更不能贸然出击，否则会落入他们的圈套。谢少师，侯爷，不必多礼，不必多礼，平安到了就好了。雪宁也多时未见了，没想到你为了公主，边关也敢闯，胆子蛮大，也确实有情有义。侯爷过誉了。这一路来的确是有些疲累，请恕雪宁失礼，先下去休息了。侯爷与先生慢叙。先带江姑娘去休息，好好招待。是。请。燕林，见过兄长。燕林这孩子虽尚武，心思却细腻，往日种种，他早有所猜测，时至今日，早已瞒不过他。快起来！若能早些知道，早些替兄长分担就好了。每每想到我在京中无忧自逸之时，兄长却独自一人受尽煎熬，便觉揪心。孩子，这些年你独自一人，辛苦了。如今虽远离京城，亦无宗祠见证，但人在，便是家在，你总算归家了。舅父，舅父。回来就好。如此，我总算能与你母亲交代了。当年我没能保护好你们母子，舅父有愧。不，该忏悔、该赎罪的是平南王，是学院。算你狠！为了立功，竟连亲生儿子的命都不要了。人王还真是小看了你。好，这一个你不在乎，但薛元你可别忘了，
本王手上还有好几百个孩子的命，还有这全城百姓的命，难道你都不管不顾了吗？再警告你最后一遍，速速撤兵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就把他们全杀了。皇后与太子的安危，关乎社稷。纵是千万人的命，也威胁不了我。况且你根本就找不到他们，否则也不会据城多日，还是找出个假的。所有将士，听我号令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夺回皇城。攻！燕民已死，薛远另娶，而你已死在京城祸乱之中。我留你一命，是见你有用；若是废物，便该去死。你知道，放弃这名姓，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吗？知道。他还是要放弃吗？母已去，父不配，名承其辱，姓冠我恨。这样的名姓，我不要。唯谢天垂怜，敬微尽幸。虽居安，不敢忘。愿舍旧姓，去旧名，弃旧身。纵万难家，我不改志。我早就不是什么薛定妃，更不是什么薛世子，我身上流淌的都是燕家的血，而我的姓名是谢微，不仅仅为我自己而活，更是为了当年那300忠魂而活，是为他们吸血不甘，讨回公道。好，是何名姓都好，你都是我燕家的孩子。舅父，眼下局势动荡，前路不明，在人前不必有什么改变。我仍旧是侯爷的晚辈，燕陵的先生。兄长不想让旁人知晓，既是怕有心人从中作梗，也是想独自担着矫诏的罪名，对吗？我与燕林到此，本就准备好承担最坏的结果，你不需要一个人担这责任。矫诏之罪，与救公主拼大越之功，尚有可护抵博弈的余地，并非死路。但眼下看来，先有一事需要查证。何事？我听燕陵说，最近大越种种行为实属反常，我怀疑他们是暗中与人勾结，故意为之。若不能确保后方无忧，盲目开战，只会使我们腹背受敌。听说你们在来的路上遭遇了薛家的刺杀，会不会是他们所为？若是薛家想要开战，就不会多此一举，在途中刺杀我。看这手笔，倒像是另外一个人所为。哎呀，我的红娟宝贝儿，我可想死你了。小宝，
王爷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啊！你这翅膀倒是越来越硬了啊！你在通州送了我这么一份大礼，你说说，本王怎么能不亲自来拜访你呢？误会，嘿，天大的误会！那天是因为有朝廷的人在，所以我和谢薇也是怕坏了王爷您的大计，所以是吗？空顶着薛定妃的名姓，府中却一肚子草莽。若是他本人在此，定能想出一个令本王爷无法不去相信的理由。是，王爷您说的是，我是蠢笨，但是我知道王爷您对我们恩重如山，所以我自然是要效忠您的，我怎么可能跟您作对呢？这就是效忠？本王将你们两个当成亲子培养，可是你们呢？就是这么回报本王的？玉不琢不成器，看来本王是时候给你们一些教训了。看呀，看看！看看，吃辣不吃辣？严将军，这可是头一回见你带姑娘来啊！行了，别乱说话，再乱说话我不付钱了。你都带心上人来了，我还能收你钱吗？尽管可劲儿吃，敞开了吃。哎，我先忙去了，不过再添啊。看来你在这边混得不错，这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了。这跟京城不一样，没那么多规矩，反而自在一些。燕玲，你真的成长了许多。那你呢？这些日子过得可还好？我怎么会不好？可有和那张遮大人在一起？多大点事儿？这是我刚才在路边瞧见顺手给你摘的，别不开心了。所以，即便没有张大人，也并非是我，对吧？燕玲，找一个爱你的姑娘，幸福的生活下去。放心，我会的。到时候等我打完仗，封了侯，我就要娶一个顶好的姑娘，然后把她宠上天。到时候让你羡慕都羡慕不来。如今营救公主在即，战事将起。燕玲，你一定要好好的，刀剑无眼，务必小心。放心，我会。江姑娘，先生找我，是有什么事吗？姑娘去了便知道了。先生，江姑娘来了。回来了。先生，这是？初来边关，有些吃不惯，便下厨令做了一桩。想来你也没用晚膳，邀你共进。晚膳？可我已经用。怎么不想吃？早知这样，刚才就不吃那碗馄饨了。可要是我吃过了，扫了他的兴，那还是撑死来的痛快些。怎么会呢？我只是没想到先生竟然有如此厨艺。早年游学，学了些技能。你这么晚回来，想必是饿了吧？吃吧。哎，怎么这么酸啊？酸吗？
我觉得还好啊。哦，心情不好，做饭自然酸了些。边关之地不比京城干净，以后不准在外面乱吃，否则不吃了，打死我都不吃了。那这些菜断了喂狗。这菜要是狗都不吃，怎么办啊？要么狗死，要么你死。什么人？怎么回事？哎呦，走走走，别看。好好。这上面写的什么？大越王子约我明日一见。他如何得知你到了边关？难道是有人把消息传给了他？京中探查的消息如何？我来也正是要说此事。薛定飞飞鸽传书，说刺杀你的人正是薛远派出的，不过后续却再无动作了。我也按照你说的问了金陵那边的情况，说是并无异动。两边都无异动，才更诡异。娟，接下来要如何应对？你心中可有什么打算？如期赴约。你疯了！此举摆明有诈，如何能去？不能再拖了，再拖下去公主会有危险。燕玲，你去军中点一队兵马，明日潜伏在驿站旁边，伺机而动。是。先生，听说你又没用晚膳。我没再出去吃了，我只是今日没什么胃口，先生不必再特意下厨。先生厨艺奇绝，我已敏感于心，实在是不必。桃片糕，心有担忧就连饭都不吃，你都能把自己饿着，还想照顾别人？这味道怎么有些熟悉？好吃，唯有清香，毫不甜腻，很有当年的味道。先生，在哪买的？宫里备的而已，厨子做的。你若喜欢，可以全部拿去。那就多谢先生。那时在宫里，你给我的桃片糕，是你亲手做的？怎么，很稀奇吗？可是那时候我们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现在呢？现在又是什么？明日便要接回公主了，你待在城内，不要乱跑。那先生呢？自是替你奔波一趟，接你的公主回来。你没什么要说的？什么？燕陵武艺高强，你都知道让他小心行事。明日之事费命透着蹊跷，你就不担心我？先生志气过人，既已决定要去，定是已经有了应对之策。学生信不过旁人，难道还信不过您吗？谢居安或许不会一直赢，但永远不会输。我相信你一定会带着殿下平安归来的。就你长了一张嘴，那我是不是还得谢你吉言，承蒙你看得起？